据媒体报道，2020年2月份报道，印度军队弹药储备不足，只能支撑10天的战争。此后，印度人似乎开足了马力准备弹药。2020年12月13日，媒体报道，经过近10个月的储备，印度军队增加了库存的武器和弹药，增幅高达50%以上。印度军队宣称，他们储备的弹药现在可以应付为期15天的战争。为此，印度支出了近7亿美元。报道称，以前印度军队只储备了应对10天1级战备使用量的弹药。但是现在升级为了最低15天1级战备水平。他们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做好同中国和巴基斯坦同时进行2场战争的准备。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，短时间内大幅增加弹药，消除了印军地面部队的担忧。15天的战争究竟要储备多少弹药？这是个让人好奇的问题。印军此前难以支撑10天的弹药，增加了7亿美元的弹药后，可以打15天的激烈战争。这15天激烈战争耗费的弹药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弹药储备一般分为战略储备、战役储备和战术储备3种。一般情况下，储备弹药量都是各国的机密，大多数国家都会宣称自己准备的弹药足够支撑战争，很难用多少天来表示储备量。实际上很难理解印度15天的激烈战争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根据国际通信的规则，一般弹药等军械物资都有一个基数计算单位，弹药基数通常是储备、申请、报销、补充的计算基本单位。比如说7.62毫米步枪弹药基数为200发，82迫击炮的弹药基数为120发。现代先进的巡航导弹的弹药基数要小得多，大多数情况下，为每一个武器装备和系统装备的弹药也就是5到15个基数。准备过多，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，会导致巨大的浪费。有分析认为，印度所谓的15天激烈战争可能达到了15个弹药基数。为什么说印度15天的弹药储备几乎没有什么用？根据当前国际军事科技发展水平，大国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弹药储备。据军事专家分析，一般会储备作战1周的弹药。但是对于大国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制造能力，也就是说，战争一旦打响，军工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前线供应弹药。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弹药制造能力，特别像印度这样的国家，他们的军队武器装备本来就是万国造，弹药耗尽要订购肯定不是几天或是几十天可以拿到手。这对于印度而言，他们就要有稳定的弹药储备，否则战争打响，前线的部队无弹药可用，就等于是送死。武器装备和系统不能国产，弹药一定要国产，是很多大国军工必须要做到的基础。因此，对于印军万国造的武器库而言，储备15天的弹药对付一般的小国绰绰有余。但是对抗大国，15天不能获胜，弹药补给就跟不上，就只能投降或是等死。除了打完15天的弹药无以为继的现象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一旦真的发生战争，印度能扛得住15天不崩盘吗？就比如1962年的战争，当年11月16日打响的瓦弄战役，印军主力第11步兵旅连10个小时都没有扛住，就被全歼了。印度面对当前如此尴尬局面，与其说是中国逼的，还不如说是蠢的。2020年对于全球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，太特殊了。在新冠疫情下，印度犯了一个非常严重且愚蠢的错误，没有对本国的疫情进行严格控制管理，反而以为是挑起中印边境争端的好时机。毫无疑问，这个误判让印度当前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，退兵将面临印度国内汹涌的指责，不退又几乎扛不下去了。印军现在在边境，因为严寒天气，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。此次花费7亿美元购买武器弹药储备，印度方面宣称是为了印度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2线战争，实际上也是因为上半年被曝光印度军队管理混乱，弹药严重储备不足。面对指责，印度不得不将本应用于民生已经少得可怜的资金用于购买军火。分析指出，如果印度不及时调整战略，持续误判，可能会影响印度未来几十年的发展。21世纪本来就被广泛的认为是亚洲的世纪，是亚洲国家发展的黄金机遇期，印度千不该万不该的挑起亚洲内部的纷争，一不小心成为了美国借刀杀人的工具。印度这把刀太钝太蠢，很明显是杀不了人的，还要将自己搭进去。储备了15天的弹药解决了印度面临的问题，即使购入美国的 F-35战斗机、尼米兹级航母，也解决不了印度的问题。印度的问题不在于武器和贫穷，而在于脑子。印度军方高调宣布，他们已经将10天1级战备的弹药储备提升到了15天1级战备弹药储备。印军称，这些弹药可以支撑印度军队同对手进行15天的激烈的战争。印度方面毫不避讳，他们如此准备，就是为了对抗印度北方的2个邻国。战争打响，印度军队能坚持15天吗？让人担心。作为拥有万国造武器库的印度军队，在短短10个月内将弹药储备从10天提升到15天，看上去好像速度很快，实际上暴露了印度军队严重的短板，也就是弹药国产化不足。
当前全球大国大多数弹药储备为5到15个弹药基数，一般情况下可供战争7到10天左右。但是大国基本上有完整的军工体系，能够为军队源源不断的输送炮弹。很明显，印度需要全球采购，这大大的拉长了其供应的时间。俄罗斯媒体援引该消息称，印度军队在为战争做准备，呼应了印度军队对15天弹药储备的高调宣示。不过，军事观察人士广泛的认为，印度军队有一个重要的让人担心的事情：如果同强大的对手军事对抗，印度军队是否能够坚持15天？当前在边境冲突地区正处于恶劣的严寒天气，这是印度难以承受的现状。不过，美国当前已经深度介入，在帮助印度解决零下40度的严寒问题。根据12月14日的报道，印度人披露了美军对他们支持的一些细节，美军如何深度介入到印度边境的对峙事件。在2020年10月底，印度军队为了应对边境的恶劣气候，同美国人秘密商议，达成了一项基础协议。11月底，美国支持印度的11000套防寒服系统抵达印度。这些防寒服系统来自美国陆军的储备，现在已经由印度边境部队在使用。虽然只有11000套防寒服系统，对于部署在边境5万到10万的部队而言是杯水车薪，但美军将其储备物资支持印度，不是普通的军购协议，显示了美军已经深度介入到印度军队同邻国的军事对峙当中。美军在迫害印度。不过，这样的介入对印度而言并非是好事。在短期内，看上去印度得到美军的支持和帮助，但是长期来看，美国在怂恿印度犯一个致命的错误，甚至可以说，美国人在迫害印度，让印度失去亚洲的黄金时代。众所周知，本世纪被称为亚洲的黄金时代，是亚洲国家在过去1个世纪遭遇西方列强侵略、欺辱之后迎来的首个独立发展的世纪。印度过去也是深受西方国家所害，不管是殖民时期的掠夺，还是殖民结束后故意制造的印巴冲突遗留问题，西方国家总是在给印度制造苦难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印度也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。但是近些年，在苏联解体之后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依旧控制着全球，印度人似乎被西方忽悠的有些没有了方向，渐渐的迷失。忽悠完乌克兰之后，美国人集中火力忽悠印度。毫无疑问，拥有29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、人口13亿的印度，拥有发展成为强大国家的潜质。瓦解这样国家的发展，也是美国既定的政策。美国人容不下任何可能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国家和组织出现，即使是盟友日本、欧盟，也是美国的打击对象。因此，如何瓦解印度的发展趋势，是美国人案头的一个战略目标。让印度同其北方邻居交恶，是美国人最乐见的现象。美国人也一直是这样去处理任何关于印度的事物的。好在印度此前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被影响的较小，现在不太一样了。实际上，印度应该可以看看不远的案例，就是乌克兰。在被美国忽悠的全面反对俄罗斯之后，乌克兰的现状可以说是惨不忍睹。本来继承了苏联部分科技、军工以及重工，被美国人全部用欺骗手段瓦解，然后让乌克兰人成为堵截俄罗斯的排头兵。美军现在支持印度军队防寒系统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让印度成为堵截其北方邻居崛起的排头兵。印度被美军绑架，失去了一个退步的理由。原本恶劣的天气是印度人撤出边境的一个台阶，也是非常客观的理由。现在美军雪中送御寒服来了，为了堵住美国控制下的印度媒体悠悠之口，莫迪的印军倒是不敢撤退了，而这正中美军下怀。但是美国人的狡猾，印度人应该看得明白。以美国的实力和美军的储备，区5万套御寒服提供不起吗？即使是1万美元一套，也就是500万美元，也只是印度这次增加的弹药7亿美元的一个小零头。为什么美军不好人做到底，直接支持5万套防寒服系统呢？对于美国人来说，印度的北方邻居崛起是不能容忍的，印度的崛起也是不能容忍的。